朋友们好，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很多蝴蝶兰都在开花，这些呢是我的大部分正在开花的蝴蝶兰。我的这些蝴蝶兰呢，很多都已经养了3-4年，有些呢是1-2年，去年买的，大多数都已经养了3-4年。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就因为哪里都不能去玩了，所以生活当中呢，更加在乎的一些乐趣呢，就变成了这种可以宅在家里去享受的乐趣。像养花这种呢，就是特别适合居家去享受的一种生活乐趣。这一盆点点蝴蝶兰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？如果从一开始就跟着我的视频的朋友呢，应该能记得它。它是我最初买的几颗蝴蝶兰之一。现在活下来的呢，还有这一盆。状态呢不算特别好，但是它还是开花了。2022年的时候呢，我离家一段时间，所以给他们的养护呢也中断了一段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呢，仅仅就是浇水了，有大概半年多吧，我没有好好去打理，人又不在家。那我回来以后呢，现在经过2023年整整1年的调整，很多花呢就复花了。像这一颗是我去年兰展上买的，这颗其实状态挺好的。我呢要自我批评一下，养的不是十分好，所以它只开了4-5朵花。那我在养护蝴蝶兰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把养护兰花的这些方法呢，通过养护蝴蝶兰呢，自己总结了一点点。假如能把蝴蝶兰养好的话呢，才能够敢去入手其他那些比蝴蝶兰要难以养开花的兰花。那从养蝴蝶兰呢，就了解到兰花呢，它的根系很多都是肉质根的，即使不是肉质根呢，它们的根系呢，也相对于普通的一些植物或是花草呢，要粗壮一点，肉质一点。所以养兰花呢，从蝴蝶兰上就可以了解到，浇水不可以过于频繁。其实对于懒人来说呢，浇水不频繁是一件好事情，用不着1天2天的就要拎个桶去浇水。那1周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时间，也要观察一下，假如1周左右它盆里的水还是很多，非常湿润，那就再等2-3天。稍微干了一点呢，没有关系。我有的时候忘记给蝴蝶兰浇水，长达半个月，把它们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们的盆已经轻飘飘的了。那半个月其实不会有关系，赶快再去浇水就好了。那除了浇水呢，就是施肥，用蝴蝶兰的专用肥就可以。普通的花肥呢，要看着用。假如你是一个养花经验很丰富的人，用什么花肥都可以用得很好。假如你是刚刚入手养蝴蝶兰或是兰花，那就去买专用的花肥，根据说明书减少一些剂量，薄肥勤施一样是可以。另外呢，就是给它们光照，所有的蝴蝶兰都需要光照，
却不能够暴晒。所以几乎这一件事情是蝴蝶兰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件事了，就是要给它光照而不能暴晒。所以在家里寻找适合蝴蝶兰的位置，就是能够把蝴蝶兰养好的一个关键。东边的窗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那里呢是早晨有阳光。南边的窗户就要注意下午不要让它晒到太多，否则呢，即使是冬天，如果下午的阳光非常好，它也会被灼伤，尤其是叶子会被灼伤。注意好给它浇水、施肥和光照，蝴蝶兰复花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即使呢它们因为疏于打理受了一些伤，即使有了虫害，即使呢不小心呢因为晒伤导致它的叶子变得难看了，被虫子咬了，这些呢都不至于导致蝴蝶兰马上就会死掉。只要用我上面说的那3点，只要做到了呢，依然可以把它救活，很轻松的救活，很轻松的让它复花。所以我觉得蝴蝶兰呢是养兰花当中呢比较容易复花的一种。那根据它的蝴蝶兰的根的粗细呢，你就可以判断出其他的兰花该怎么浇水了。那比蝴蝶兰的根再粗一些的呢，也就浇水时间少一些。隔的间隔呢可以略微长一点，而根比它更细的呢，自然就要浇水频繁一点。方式方法呢差不多，最好是用浸盆式。如果你不习惯用浸盆式呢，放在水龙头上冲一冲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施肥就麻烦了。所以为了同时浇水同时施肥呢，就最好是用浸盆式。但是浸盆不要忘记1个小时以内泡好了就把它拿出来，这样就不会导致因为忘记把它泡在盆里时间过长而让它烂根了。另外还要说一点呢，就是蝴蝶兰也不是说保持它的根部干燥就一定不会出问题。我也有不小心疏忽导致蝴蝶兰干死掉的，它的根也会空根。所以假如1个月你都不给蝴蝶兰浇水的话，它很容易空根，而且容易出现虫害。所以半个月以内是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蝴蝶兰，它的根是不是已经很干燥了，是不是需要给它浇水了。好的，关于蝴蝶兰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